欧盟外长一改常态，称中国是关键经济伙伴。中国的回应大快人心。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本期忠诚 Talk。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欧盟外长一改常态，称中国是关键经济伙伴。最近几年来，中欧外交关系因为美国的影响每况愈下，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利用一场俄乌冲突，将欧洲绑上了美国的战车，企图在实现打垮俄罗斯这一目的之后，再带领欧洲调转枪口对准中国。当然，美国要欧洲把枪口对准中国，并非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际动作的。譬如北约正不断将黑手伸向中国周边，先后同意韩国、日本等加入隶属于北约的网络防御中心，方便中国周边这两个近邻向欧洲共享情报。只不过美国要带着欧洲把枪口对准我们，还只是军事层面的一个动作。更可恶的是，美国一直鼓吹西方与中国在经济层面的脱钩，要使中欧两败俱伤。实际上，美国鼓吹欧洲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与美国率领欧洲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要对我国的经济进行打压。那么问题来了，经历了俄乌冲突的欧洲，现在还愿意同美国一道在军事上打压中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吗？倘若德国总理舒尔兹没有选择主动访华，欧洲大概率是准备与美国亦步亦趋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德法两国作为欧洲的领头羊，于不久前先后派遣军事力量来亚太演习，加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然而，就在德国似乎决定要登上美国的反华战车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德法两国领导人突然发现，利用一场俄乌冲突造成欧洲动荡的美国，其不仅是借机收割了欧洲一波，甚至还要背地里对欧洲捅刀子，也就是出台所谓的电动汽车补贴方案，要抢欧洲汽车厂商的生意。为此，舒尔兹和马克龙很是不满，从而导致在欧洲防务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的两个人突然选择一致如何报复拜登。此后没过多久，舒尔兹就力排一切嘈杂的声音，在西方阵营鼓吹与中国脱钩愈演愈烈之际，带领德国一众企业家来华访问，释放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就是德国要加强同中国合作的信号。前面我们提到了，如果舒尔兹这次没有选择主动访华，那么欧洲大概率是会登上美国的反华战车的。而如今，当舒尔兹顺利访华后，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近期也撰文称，中国是欧盟关键经济伙伴，也是欧盟全面竞争和制度性对手。博雷利还强调，欧盟要管控好各领域对华竞争，在符合欧方利益的领域对华开展合作，但也要避免对华过度依赖。要知道，这个博雷利可是一向支持对我国采取强硬态度的，而如今他却一改常态，声称中国是欧盟关键经济伙伴。可以说，仅从关键二字便能看出博雷利变了。一个以往对华非常强硬的人，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表明中欧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概率不会发生美国希望看到的事，也就是欧洲可能不会真的登上美国的反华战车，跟着美国全方位打压中国了。这意味着拜登的对华战略失败了，也就是他想利用欧洲来对付中国这条路或许不会行得通。当然了，欧洲即便真要转变对华态度，也并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简单。还是这个博雷利，他在表明中国是欧洲关键经济伙伴的同时，也在拿人权问题向我国发难。对此，我国外交部进行了回应，表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我国不接受人权教师爷，也反对拿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可以说，我国的回应是大快人心呐。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